304不锈钢本身是一种非常优秀的耐腐蚀金属，可是为什么还会生锈呢？其实它在某些特定的条件和环境下是会出现偶发性的腐蚀的。根据我们的内部数据统计在日均销售8000平方金属纱网的情况下，售后反馈生锈的案例1年不到10例，并且绝大部分都是发生在沿海地区。可奇怪的是，近2年客户反映不锈钢纱网生锈的情况比以往都要频繁。我们的不锈钢原材料都是从国内的正规大厂宝钢集团采购的，并且定期抽样送检，包括盐雾测试及材料成分都符合国家标准。在坚持生产高标准、原料高品质的准则下，咱们的产品频繁出现生锈的情况确实难以接受。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马上派出技术人员去到了现场。可是当我们看到纱网的时候，我们内心的疑惑不减反增，因为这跟平常的不锈钢生锈截然不同。我们发现所谓的锈斑，它的分布情况有的由上往下呈断点式的直线，也有的是集中在纱扇的中下部，或者是靠近纱扇的边框，而且可以明显的看到纱扇的边缘存在白色的物质。首先，我们先把疑似生锈的部分剪了下来，用工具把涂层给拨开，再用高倍数的电子放大镜进行观察。然而我们并没有发现不锈钢丝生锈的情况。那在跟客户进一步协商后呢，我们决定对整个纱扇进行拆卸分析。当我们把压线撬开后所发现的情况让我们很意外，因为在压线的下方，我们发现了大量的白色物质。那我们继续把纱网拆下来，发现放置纱网的位置型材出现了鼓包，甚至破损的情况。而这些白色的物质就是从破损的地方冒出来的。那经过检测后发现这些白色的物质其实是铝的氧化物。那再回到现场我们还发现了部分用于固定纱网的螺丝和组装纱扇的主角片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氧化腐蚀情况。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经过我们在行业内的走访，再跟材料学的专家沟通，最后结合相关的文献，得出了以下的结论。首先由于近2年的环保形势非常紧张，原本需要酸洗各化的铝型材加工流程都被免去了，因此型材的防腐对于涂层的要求就更加严格了。第二，在大气当中漂浮着许多像尘埃、煤烟、铁粉、硫化物和硝酸化合物等等，它们受到空气中的湿气和雨水的影响，就会形成具有腐蚀性的水溶液，继而入侵铝板的表面，这样就会引起白色腐蚀的点石和穿孔腐蚀的点石。第三，当铝及铝合金与一种金属长时间接触，很有可能会发生接触腐蚀。比如说，与高电位的铜、铁相比，低电位的铝与高电位的金属材料以电结合的方式放置在电解溶液中，就会产生电池作用的腐蚀。那由于门窗行业里面很多的配件都是由不锈钢、铜、热镀锌等这些比铝电位高的材料生产而成，因此就会加速铝合金的腐蚀。所以结合我们以上几点的分析，之前有客户反映的情况其实并不是纱网生锈，而是因为铝型材发生了氧化腐蚀，而且部分固定纱网的螺丝也存在了腐蚀的情况，氧化液渗出，然后沿着纱网往下流淌，因此我们看到的是断点式的直线。也有的情况是两侧的型材也发生了腐蚀，然后氧化液也随着网面流到纱网中间，最后在纱网上留下类似锈斑的痕迹。后面我们也跟很多门窗厂的技术总监探讨过，这种问题目前其实比较难杜绝的。最好的方案就是推迟它发生的时间。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第一，采用表面处理优秀的铝型材，这样能减少铝型材的氧化腐蚀情况。第二，结构上进行密封排水的优化，尽量让型材保持干燥，因为一旦型材的涂层遭到了破坏，环境中具有腐蚀性的水溶液就会加速分解型材的保护膜，并在其表面形成细微的小孔，加速对铝合金的溶解。另外，当这些酸性的腐蚀生成物接触到五金，也会加速五金的腐蚀。第三，可以尝试在型材与五金接触的地方使用防锈剂，起到隔绝空气和水分的作用，达到减轻接触腐蚀的影响。那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观看。